诸位亲爱的网友朋友，还有在场的所有的朋友，大家上午好。借这个非常吉祥、殊胜、佛陀降临的好日子来沾佛光，得到健康，得到吉祥，得到心想事成。希望所有的有缘的朋友呢，都能沾得佛光得到一切美好的事情。我刚才在遇佛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就想，我怎么遇佛沐浴的佛不是那个庄严无限魅力四射坐在菩提树下那尊大佛呢？我怎么沐浴的一个儿童的佛呀？我们叫童子佛，这沐浴的这个佛都是儿童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我都是用凡人的心去揣测佛陀的想法。我就觉得佛陀在告诉我，要想让你的孩子和我一样获得无量智慧的话，就要从小培养。所以想让咱们的孩子成才的话，就要从小去培养他，就像培养一棵小树苗一样，别让它长歪了，别让它生病。所以一棵小树苗如此，一个小朋友呢更是如此。往往是一到17、18岁、20几岁就不太好纠正了。就像一棵树如果你希望它成为将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一个笔直的大柱子的话，可是它已经歪的时候，小时候歪你可以纠正它呀。小时候没有纠正，树干已经长成就是歪的，歪曲扭巴，像梅花树一样，它很难成为栋梁之材，纠正就晚了。一定要早。有没有作为父母亲，你想给佛陀说，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改变一些他的不好的行为，比如说坏毛病。因为你的孩子都是20岁到30岁之间的，你已经把他培养成，从法律上来说已经超过了18岁，就是成年人了。可是你是不是还在操心呢？还特别不放心。我刚才在沐浴佛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沐浴的是童子佛。佛陀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就明白了吧要想孩子将来成才，要从小开始培养，等长大呢就有点晚。有一点压力之后，爸爸是知道的，给他一点点压力，一点点心里不自在，就不行打电话找，还得专门找妈妈。这种感觉我都总能想到3岁的一个小朋友，妈妈饿了吃奶，就这种感觉。对，就像一直没断奶的一个宝贝，对不对？但是妈妈是觉得我的孩子真可爱哟，他都快30了还这么可爱。那不是可爱，那是可恨，知道吧？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不像一个大男人一样，如果是个男孩不像一个大男子汉一样顶天立地的话，有一点压力说妈妈他骂我了，我头疼，我就得回家，就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为什么把它当问题呢？这就是个问题这老爸怎么放心呢？这种孩子像幼儿园的一个孩子怎么放心？他怎么样自己能成家立业，甚至说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没有希望这非常麻烦最好的是作为家长来说呢，要有一个意识培养你的小孩子越早越好。比如说最后这位父亲，你的儿子那样，如果他从几岁的时候说，来爸爸带你我们一起登山，如果从小就这样呢，为了锻炼他，说我们背上2瓶水4片砖，来咱们就走，我们变得像男子汉，我们要做英雄。不管我们的意念你听起来你同意不同意，但是好处是把这个孩子培养的是不怕困难。今天很冷吧，可是我们衣服带的不够，没关系，我们走快一点，身上就热起来了。所以他要培养他的，你看坚强、耐力、善良，
勇敢。现在发现，哇呀，还是有点晚了。又当了兵了，20来岁了，又是不找爸爸就找妈妈，这种感觉就是这是一种好像是一个老婴儿的感觉，老婴儿的感觉，就永远长不大，爸妈才操心的，害怕。也许我回答的不符合你的心理需求，但是我们都为人父母，那个孩子长得不像样的，我说不是容貌问题，就他的行为完全让你失望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的。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这个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刚才说最后这个男孩这个其实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再培养、再训练，还是可以得到改变的。我们讲到了那么多关于子女关于子女后代。当然年轻人来说，你是父母的孩子，父母是那么爱你，可能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有相当多的青年人是很误会父母亲，觉得有的人就说我妈对我不好，对我姐好，还有说我父母亲重男轻女，对我这个姑娘不好，对我弟弟特别好。但是经过我的观察呢，事实上一般都不是这样，是孩子自己的误会。通常到什么时候才懂得这份父母的爱呢？就到自己生完孩子之后，这还是有良心的人设身处地的想，你看我现在这么照顾孩子，到时候你妈就说，当年我就这么爱你的这才是真的吗？他一般是不理解。父母对你好，你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不对？他对你多好你都不觉得，但是别人对你好一点，你就觉得哇，真是够朋友，真是个好人，对我好善良因为在你的眼中，别人对你不好才是正常的，但别人对你好一点之后，你觉得哇，真太好了。但是回了家之后，父母对你好，你觉得这是完全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父母亲就不能说，比如你提的要求，父母就不能说不。英文里的 no 不，我不乐意，父母就不能说个不字。你习惯父母亲说好吧，孩子我帮你做，好吧，行，我帮你去处理这件事，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确实这也是正常的。虽然他爱我们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然的行为，但是我们要学会懂得感恩父母对我们的爱。做子女的要去这样想。我们因为今天来学习的人绝大多数呢已经是为人父母的人，多数人是中年以上的，都有孩子，甚至有孙子了。那么我们当面对我们的子女，你看从出生，应该说从没有怀孕就开始惦记了你，怎样把你给弄好了。这个女人一怀孕呢，就是娇气的不得了天天要看医生，不会有问题吧？身体稍稍有点不适，立刻去看怎么样，我的宝贝不会消失了吧？是吧？就担心你没有了等生下来之后，又怕你是哑巴不会说话，又怕你身体有残疾，好不容易到了2、3岁才证明不是哑巴，不是残疾，又担心你的智力到底够不够，对不对？一系列的，也就是从没出生一直到父母爱你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父母死掉，整个这个过程对，一直是爱的，爱你爱的不得了。尤其是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家，他们其实谈论的事情除了回忆过去，那满脑子关怀的就是子女。那子女好了，他们就特别幸福，子女事业做得顺利成功了，他们很荣耀。但是你就不能有一点点负面的事儿，你有一点不健康，他们担心死了。但是他们有点不健康，你觉得正常？他们觉得又咳嗽又感冒了，老人家得病正常，
你是这样觉得，但是你感冒了呢，父母就说可不得了啊！就像过去你小时候担心你一样，就是你就是他的命。还有很多时候父母呢，为了养活你，为了养活整个家庭，那么还有很多教化他并没有做到。我们比如说父母开小餐馆，这是最折腾人的事情。开个小餐馆上，钱没挣多少，但是他从来没见过太阳。早晨上班见不到太阳，晚上回家见不到太阳。那你想什么时候见到孩子呢？父母陪孩子读过一次书吗？因此对孩子的教化就会少了很多。他不是不爱你爱你。他爱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赚钱养家，先喂饱你。第二个有房子住，先做好这2件事情。这一做呢，就变成一种习惯，顾不上到底怎么教孩子，怎么带孩子，不知道。你从1岁变成20岁，他的思想跟不上你的成长，所以你的成长中的变化，他跟不上。最后说有一天你都烦他，就我们2个说话不能说在一起。说年龄本身就是有个差别，没法说在一起。还有一个，你跟他很少和他聊天，所以更没法交流。后来不是一起说话的问题，根本没法交流。一说话就要吵，因为你们彼此根本不相互理解，所以我们教化孩子的机会变少了。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家庭。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帮的一个家庭一个大姑娘25岁，她得的类风湿关节炎小脸长得很漂亮，全身的骨髓节全变形，她已经不能走路，躺在床上。她那个未婚的丈夫对她还不错，她已经不能下床了，不能走路了，大小便都在床上。父母亲在干嘛呢？父母不伺候。父母当时在中国，就是在街边上推一个带轱辘的一个小车子，有个里面有个小柜子透明的玻璃那个橱柜，放着一些烟，香烟在卖。就是每天就是说有多卖1盒烟，都多赚几毛钱，就算着这个账。可是他女儿因为饮食和很多行为的不正常，最后瘫痪在床，没人管。说父母的感情来说谈不上，就是说孩子能在父母亲手里头能拿到或者偷到一些零花钱，这是最方便的地方，但是教育没有。所以我们子女的未来的前途的好坏，我们第一个就是说父母亲有没有去带着他们学做一些事情。尤其是那位先生讲的，他那个孩子都当兵了，有一点压力，有一点不舒服，就会妈，我回家，我不当兵，一定要找妈妈寻求安慰。这样就缺乏了父母亲之前应该很少带他，尤其是父亲，走儿子，我带你去做另外一个游戏，我们去比赛运动，都没有做，所以他的抗压力就比较差。父母就是带头的这件事情没做到，所以孩子的这个抵抗力就很差，就非常脆弱。还有的呢，你做一件吉祥的事情，孩子不理解，一开始就抵抗，你心里想，你抵抗就算了，你长大再说吧，我先做我的。也许你还是个好人。我讲到这儿呢，是因为今天很多家长告诉我，我的孩子吸毒把他的钱和他的亲戚的钱偷的呀、借的呀，都没脸见人了，他们家日子没法过了。那么还有就是，我长大了，人长得也不丑，我就不恋爱，是吧？也是个问题。再就是说，年龄不小了，我就不去工作。中国人把它叫啃老族，就是专吃父母的。
那再低一点的事情就更多了，工作中挑三拣四，能力不强，挑剔性很强。说这个工作不适合我，那个工作不适合我，5年换了6个职业。他缺少的是什么呢？父母对他的教化，结果孩子发生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好几个就是只管赚钱对孩子真正教化是不够的，甚至还有我有钱，只要把你塞到一个私立的看似好的学校去就行了。最后其实他的教育是不够的，孩子的成长是不够的，最后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很淡，觉得我有钱把你放那个好学校就可以了，其实不够。他学校里有没有受到其他同学欺负，你知道吗？等等，他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做家长的怎样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去对待孩子？但是我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父母因为生活所迫，必须去面对很多比较拖时间和很疲劳的工作，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那么这个沟通就变得很少了，甚至自己已经劳累了几天了等到了晚上真正孩子见了面有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语言也不是那么温和没有那么自在说不了那种祥和顺遂的语言通常就比较生硬的甚至是带有赌气性的语言都会有。笼统上说呢，作为父母亲最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会陪伴孩子。陪伴他的时候就是要有一定的目的性，陪伴的本身就是爱，还有呢对他进行产生语言和行为的教育和引导。所以陪伴孩子学一些你认为对他有意义有帮助的那样的知识或者活动。我们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要学到的其实远远不仅仅是学校里面那个文化课的内容，其实更多的作为家长更多的是教他面对生活的勇气去抵抗各种压力的这种抗体。就是你不用去教学校里的东西，家长只管教生活里的东西，其他专业课程请专业老师，那你要带他的就是这个。那这份爱我觉得单纯比他带着一起讲故事逗着玩好多了，就变得更有意义。他今天带着孩子做的事情，未来是让他更坚强的面对人生。曾经也有人问我我送给孩子最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就是活着的勇气。看似最低的是吧？那一切，你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一定建立在这个人还在健康的活着，对不对？其他的，如果你活着，你想要活得更好一些吗？所以就培养着各种的能力抗体、抗压力，甚至沟通能力、创造能力融合能力，再更厉害就是管理能力。我们最少要给孩子的，也带给他某种启发，就是活着的勇气。第二步就怎样活得更好，第三步怎样出人头地就是能成一点大事业。所以它分几个层次。好了，这一切的美好或者是不幸，我们用方法是可以去创造，还有很多我们这一生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事情。比如说生下来就是你们2个都健康夫妻俩都是健康的，可他生下孩子来天生有重要的严重的疾病，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我们只能理解为叫业。我们就是哪怕做一个很理性的父母亲，你的理性的教育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你把你的孩子很健康的把他，比如说体育也好，艺术也好，
读书成绩也好，考上最好的大学，请问他的人生就到此圆满了吗？就是说第一步还不错，在我看这件事情，我们没法笑出来。第一步还不错，读书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能力强，这个世界很矛盾的。工作能力强也并不代表读书成绩好，但是也有就是读书成绩好，工作能力也强，你不一定有人爱你。也许家人就觉得你就是个冷血的女人，谁敢爱你？你能力那么强是吧？就觉得你只会工作而不会生活。如果从教育来说，是不是我们又少了一节课呀？是吧？那你和人与人之间的那样的和谐的在一起的这种能力，不是很重要的一份能力吗？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沟通能力。也就是说，这些能力我们光靠我们的智慧培养不了。你培养他的本身，还有他的个性决定他能干什么。你培养他和人沟通，他就是我就不爱沟通。你看很多 IT 男，还有很多会计师，他宁可对着算盘和计算机忙得稀里哗啦的，但是和人说话就不行了，就惨了，对不对？也一样上过高等院校的。那这个个性加上家庭环境，最终就等于你的命。那这个命是什么？是业力的呈现。你或者你的孩子这一生的状况，那么最终我们分析完之后啊，父母无论多么努力，你看很多父母亲都很有成就，对，有的夫妻是这样的，先生能干，发现老婆更能干，对不对？两个双王凑到了一起，经常两个双王生出个乌龟来。你们有没有发现有这种人啊？真的有。两个人都很能干，但是生个孩子就是不能干，他啥都不行。这种就是业力。我和很多不同的人都聊天呢，很多人也问事啊，找我。很多特别能干、特别能赚钱的人，就是我都忙着赚钱。最后大家放松了，很熟悉了，就说：“哎，忙着赚钱，除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感受之外，某种愿望哈。”或者是多赚了钱之后就留个孩子呗，我们多忙碌一点，打下江山送给孩子，我们多忙碌，孩子不用忙碌，不用受苦了。就是你的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很多都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但是呢，我发现另外一种反差的现象，我认识好几个家庭的，家里头非常富贵，就是大富大贵，父母都是很聪明能干的人。那你想他遗传的孩子聪不聪明啊？聪明，1等1的聪明，人尖子，学校的高材生，在每个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可是聪明和成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很多人的成就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在于坚持。为啥坚持？因为没别的出路。咱不要谈愿望啊！很多人的坚持，比如说你开个小店，为啥不敢关？因为我不会干别的，所以你只能开个小店，一直坚持做，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成功就源于坚持。为啥坚持？因为不会干别的，最终就成功了。很多聪明的家长又很有钱，对不对？家里确实钱很多，孩子读书成绩也高。不但没有成就，反而特别容易把自己关在家里，再也不出门了，再也不见人了，一关就几年。有一个富人家的孩子非常聪明，上美国斯坦福非常世界一流大学，大学毕业出来之后，马上就有一个很高级的科技公司请他去，都是研究的很高科技，年薪20万美金呐，多高呀！真是超高的待遇。他自己带个10几人团队，研究一个东西做了4年，做完4年之后，他的老板来检验工作，说：“哎呀，说你这个做的有问题，你们研究的结果我不能采纳，所以这个项目终止。”完了，一下深受打击，回家之后就不再出门了，一关就是5年。
请问不出门的原因是啥？他受的挫折，对不对？他一路在学校里头，老师一直赞美，学校一直赞美，同学一直赞美，都说孩子王啊，学生王啊，了不起啊。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只要上司一批评，他就受不了了，甚至都能脑出血，甚至都能上吊跳楼。所以聪明并不代表成就，成就除了聪明之外，还要勤劳，还要死皮赖脸，还要耐力很强，要非常坚强。所以那么多很美好的综合素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才能成功啊！我想在座的就有人家里的孩子关在屋里不出来，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为什么比例越来越高呢？有钱人越来越多，谁家有钱多，你的孩子就容易变成这样子。第一个容易忧郁，其中这种忧郁就是因为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太过优越，只要他想要的，父母一伸手就拿了一堆。这样的父母亲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你能逼他出去吧，出去工作，自己租房子去住，父母亲又舍不得。他说我们努力工作，当年就是希望让孩子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吃苦，让孩子不要吃苦。他说我没有想到，没让孩子吃苦，结果孩子出现这么堕落的、免疫力这么差的状态，受了一点点挫折，关在屋里不出来，信用卡拼命的刷，买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拿这个信用卡来赌博。他发现只要买的东西，父母亲就能掏钱去买，他为什么要去努力呢？他不努力了就。所以孩子呢就没有一种工作说，哎，我这个月又赚了1000块钱那种成就感。所以父母亲都替他做了，不是替他解决了问题，而是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困惑。孩子没什么好做的，所以就剥夺了孩子自己去努力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很多上一代父母亲拼命的努力，不是你聪明，不是因为你聪明，是因为你没有路可走，好不容易能养家，所以你就拼命去努力。你没有停下来，是因为你不敢停下来。所以这个不是来自于聪明，是因为你不敢放下，你才赚了钱。但是你的孩子呢，他敢放下，不都是因为父母亲有钱养他吗？穷人家的孩子不会这样的，也有很多个性是很忧郁的，但是他也得去干活，因为没有人有钱养你，对不对？富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受苦啊，他也觉得人生很无聊，我要花钱，父母就给了，对不对？他什么都敢放下不干了，比如说关上门就不出家门了。所以很多家长拼命努力，就为了让孩子不受苦，但是带来的呢，全都是负面的，根本不是父母亲期望的那个样子。一对台湾夫妻在温哥华开了很大的公司，赚了很多钱，在当年来说赚了几千万吧美金。他儿子不到10年全部花光，到30岁的时候，他父母亲也死得早。他父母死了之后，他儿子反正随便找了个破车，每天晚上钻那个破车里睡觉，这些房子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温哥华房子才几十万块钱一套，他都没房住。他父母亲有几千万留给他，他全部花光。怎么花呢？赌博呀！因为他们遗传都很聪明，他那个数学能力特别强。去赌场之后，他就看人赌博，觉得哎呀这小意思，我数学天才，我来就赌。一开始一赌，一晚上赢2000美金，开心。我是说他们这些智慧还和我比，老子明天再去，一下输2万，然后晚上回去生气，气得直跺脚，说后天我一定要把钱全部赢回来。就是这样，一来二去，2、3年之后，几千万没了。我相信这个孩子已经跳河了。赚钱不容易，你输钱输得很快，钱回不来了，人也没法活了。
所以过去我起过一个名字给这样的孩子，叫做销金式。什么叫销金式呢？就把你家的黄金用想方设法把它变成水，变成气，就没了，就烧掉了。就像你存了一个森林，你一把火把它烧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罪业，是这对父母的罪业。前世他们是商人，互相欺骗，这对夫妻欺骗了那个商人，那个商人钱全被骗光，全家人自杀了。完了之后，他就死之前就是恨上他，说我永生永世报复他。所以等大家都死亡之后，他转世成为他的儿子，说把他的家财败光。还有的孩子说，既然你这么有钱，一定要给我买跑车，那个跑得特别快。所以在温哥华地区的很多的路上，旁边那个铁电线杆子上头，到某些节日的时候挂着都是年轻人照片，就在那撞死的。一个电线杆上绑10个不同的照片，都是在那撞死。为啥呢？那个路比较宽，又有点直，很多孩子不顾警察拦截就拼命的跑，结果车毁人亡。那些父母亲多后悔，我图什么呢？我总结之后留给儿女万贯家财、千亩良田，就远远不如留给孩子能够去自己去创造人生自己去书写人生的机会。那怎么创造？怎么给他这个机会呢？你别给他那么多钱，你留给子女的那些钱，如果你的孩子超过1个以上，最后没有1个是满意的。留给2个孩子以上财富的人，每个孩子都有抱怨，我父母亲留的遗产不公平，这我不细说了你们自己去思考。所以要想让儿女将来更健康更有事业心，更有无限的动力，怎么办？第一，不要留太多钱给他，他没钱才去创造。第二，带着孩子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去做慈善的事。一开始是对方是抵触的，等做习惯之后，他觉得这是好的，我也要做。就像人吃辣椒一样，第一次吃辣椒的人都很痛苦，但是吃了第10次之后说，下次我自己弄一点，从拒绝最后变成一种习惯。所以父母亲还有一个自己做事的样板，就是你们自己聊天说话做都是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你内心里又想着让我儿子将来做一个特别好的人，那怎么可能呢？那狼不会生出一只大熊猫来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他就是那样的本性，而且他就在这样的环境教育下，你的孩子就变成那样的人。比如一直特别贪婪的父母亲，你的孩子还是这样的，虽然他不缺钱，他还是心智贪婪，因为他模仿的对象主要就是父母。虽然很多话并不听父母的，但是他模仿的就是父母，请记住。所以你的行为就变成他的老师。我们无论是人为的行为带来的教育和后果，还是天意让我生了个不争气的孩子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加起来就是叫命运。命运就是因果，因果是因为业力而产生。今天孩子的不争气，就是你的业力还比较多，所以就遇上个不争气的孩子，还遇上个不过日子的老婆，还不靠谱的老公，对不对？这些是你的业而形成的现在的命运状况。所以我们要想好，送给孩子最美好的礼物，最现实的，就给他背后一份深深的祝福。但是要通过佛力的加持，让你的孩子在关键的时候有佛菩萨的那个智慧，像明灯一样将他的内心世界照亮，让他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正确的路，选择正确的人，选择正确的职业。在关键的时候，这份选择很多时候家长都帮不了忙。
但是家长可以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在背后为他念佛做功德，让佛在关键的时候去指导他。记住哈，比如说找对象、找工作，甚至是投资啊等等的，让佛来指引着。这样他就不上当，是吧？比如说找对象找了对的人，是吧？还有找了好的正确的职业，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啊，从佛教来说，这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邪说歪道，横行天下，比正确的东西啊更诱惑人，更迷惑人。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很多年轻人说结了婚我就不生孩子，在过去还得了啊？你想活吗？还对不对？你结婚不就是为了生孩子？不，我结婚就图玩，我就不生孩子，我宁可养狗不养人。这到了什么时代了？所以这个末法时期，像佛所说的，真是奇怪，这越想越后怕。所以今天呢，大家呢要想让孩子变得未来一切都是好的，希望好好念佛，好好为他们发心。所以这个时候你越真诚，效果越好，越真诚效果越好。那么还有今天来听课的朋友呢，有很多说，师父你讲的是给子女的哈，那我现在身体有病，比如说肝不好，我腿痛啊，肾不好，什么心脏不好等等，或者是三高，就具体的身体疾病。你和我现在说的我要念佛呀，做功德呀，那对我的健康有没有好处呢？我认为是有，这都是修行。有人的疾病70%多以上是来自于遗传，还有一少部分呢是在你活着的时候的一种感染，还有再就是外伤，有感染还有外伤。比如说感冒通常是感染感冒病毒，再就是外伤，比如说撞车了，切菜切到手了，这都是外伤啊，打架呀。所以多数的疾病是遗传哈。那一般说遗传的已经成为现实，能不能改呢？能，但是改的程度是很艰难，就是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拿上次来说吧，比如说严重的头痛不痛了，还有腰痛的不得了的不痛了这些天也确实也不痛了，还有失眠的很见效，这几天睡得都很好。所以有很多这种疾病呢，它通过念佛也能好，但是只是时间越长，修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稳定，就越好那你在念的时候我说一下效果，就是越认真越投入，效果越好，好吧？越投入效果越好，就跪着念，之后效果出奇的好就好了。所以就是人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人与神的沟通，你那个真诚的诵念与呼唤呢，的效果就意想不到的好。我记得在首尔的时候念佛班，第一天我们有一位师姐呢，就是特别严重的尿失禁，记得吗？她来的时候想包个尿布，这是20多年的毛病，对不对？医生说要做手术，都严重到这个程度，她平时坐在那儿就漏尿，就根本就失控了。可是呢，神迹在哪里呢？还没有修就开始诵念，他那个尿就不漏了。如果就像走八卦一样，说我走了很多天，他这就好了。这个还有一个走的康复过程，对不对？他那天念佛班一开始他就不漏了，一直3天下来就不漏，3天之后好了，是吧？这3天都没有漏尿到晚上去厕所次数都少了，就好了。这个神嘛所以这个不是练出来的，而是真诚打动了当时观世音菩萨，等于菩萨就是好了，你就好了，就是这样，知道吗？所以很多的这个健康问题健康问题的好转，还有富贵的好转，甚至是你女儿要嫁人找男朋友这件事情等等的，还有好的工作佛菩萨被感动到的时候，说这个给你吧，你就得到的非常的迅速。甚至有的人说我现在还没对象呢，结果1个月之后就结婚了，可能第2天就遇到
该结婚那个对象，结果双方一见钟情，说咱们结婚吧，就是这样。这个不是我编故事哈，真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送给子女的礼物，就看你是亲生的还是领养的。如果亲生的，要想实现那些美好的愿望怎么办？叫真诚。真诚要感动佛菩萨。那佛菩萨说，快，他挺真诚的，我们帮他一下。这样用他的金手指点你头上一下子，哇，你就被点彩了。从此你的人生就会变成飞黄腾达，如意吉祥。开始诵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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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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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
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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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尼佛，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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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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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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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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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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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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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本
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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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尼佛，南无本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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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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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请大家搓搓手，搓热。之后轻轻搓搓脸，让我们的脸呢回到小时候7岁的样子。如果你现在7岁的话，就回到1岁的样子。好，再搓热一点。搓热一点之后呢，两个手心拢起哈，拢起扣在眼睛上，扣在眼睛上别动了哈，扣一会儿哈。好了，那么还有呢，用这个食指啊，从眼的里面的角轻轻往外推，想着眼睛里面不好的东西都推出来，不要太用力哈，轻轻的，不要太快，轻轻的，轻轻的，慢慢的啊，很多人使劲，生怕把眼珠子给弄出来，就是轻轻的哈。好了，
之后呢，拽一拽耳朵啊。我们在用力捏的时候啊，有些地方是痛的。耳朵都对应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痛的地方就可能你的身体那里是有问题的哈，用力捏一捏，捏一捏啊。耳朵看都不大哈，但是你们捏的哪个点上会痛哈，可能真是不一样的。捏一捏。如果痛的话，在周围捏一捏哈，捏到不痛为止啊。好，再拽一拽耳垂哈，耳垂越大啊，通常就是越有福气啊。有福气代表一个是有寿命，第二个呢有钱。你要想钱多，就适当用力拽一拽耳垂哈。两耳垂间，富贵像神仙啊。两耳朝口啊，富贵就手啊。知道啥意思吗？耳垂的方向往嘴角方向撇，啊，就是发财特容易。揪耳朵开始有方向了，往嘴的方向揪，但是一般方向不容易改哈。好了，再拍拍头，啊，让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像灰尘烟雾一般飞起来了啊。正好几天没洗头，拍着就等于干洗了哈。哎呀，狮子跳蚤、灰尘都飞走了，烦恼也消失了。哎呀，乌烟瘴气。好了，再搓一搓脖子，搓一搓脖子。脖子有问题的人啊，几乎是100%啊。哎，搓一搓，搓热它，啊，这样你的头脑就好使了。搓热哈。比如说，先用一个手搓，再换一个手搓哈。要不成了歪脖子了。2个手分别搓了之后，你脖子就其实得到一个校正哈。好好搓，好好保养哈。现在搓完这个脖子了哈，拍拍胸口啊。哎，拍一拍。你心中的怒火都消失了哈，挨的骂生的气，拍拍就化成空气。使点劲啊！好，拍拍胸口之后呢，抬起右手臂，用左手拍右肋下。尤其是女士哈，这样拍着之后，对你特别健康哈。肥肉消失，那个结节消失，烦恼消失。对，烦恼消失了，但是钱没消失。好，换只手拍。好了，接下来呢，你开始不管是砸腿砸脚都可以哈，砸自己的哈，开始。你也可以站起来拍打哈。这样的话呢，我们收工就差不多了哈。我们希望能帮到更多的人，希望帮到所有的人哈，就是让大家有功德，就会有好运气。哎，
我们很多人力不可改变的那种现实，子女的各种的不如意、不争气、不健康、不顺心、不成就、不听话，这些都可能与我们这个运气或者是业有关系哈。所以这次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呢开了一些特别好的方法来积功德哈。感恩师父，浴佛节即将到来，佛陀的圣诞是非常吉祥殊胜的时刻。只要我们认真供佛，这时候就特别容易得到佛陀的加持，特别容易心想事成。今年的浴佛季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开放了2个功德项目。第一个功德项目是佛前供花，供花得容貌端庄美丽，如花似玉，气质高雅，人见人爱，让人尊重。今年师父特别慈悲，每斤8块钱就能做一份佛前供花的功德，一个小小的金额就可以做一份大大的功德，得到佛陀的护佑。佛前供花这个功德项目特别适合介绍给新人，让他们也能得到这份吉祥的护佑。第二个功德项目是佛前供灯，我们今年推出了6个灯种，每一个灯种都对应着一个祈愿，有出入平安祈福灯、健康快乐祈福灯、开发智慧祈福灯、心想事成祈福灯，还有福星高照、事业兴旺、子孙满堂祈福灯，还有一个最大加持的消除恶业、功德无量、佛光普照、家族兴盛祈福灯。网友们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实际的需求做出选择。那所有的供灯和供花的功德呢，都会从下单日那一天开始，一直为您供到5月6日圆满。早一点做这份功德，就早一点得到这份吉祥护佑。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带领我们进入了浴佛季，让我们好好的来做功德，早一点为孩子、为家人、为自己多积累一份功德。感恩师父。我们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亚洲台北时间4月27日上午9点，北美温哥华时间4月26日晚上6点。我们下周再见哦。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